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大魔界村2周目真结局的流程。2周目的难度，如果从关卡的设计上、敌人的出场频率以及类型还有强度上，都是强于1周目的，但实际上玩起来，它的难度可能还要弱于1周目，就是因为本周目咱们能得到一个最终的武器，在这关就可以拿到了。第2个宝箱。第一个宝箱固定就是敌人，不管你是什么状态。好，天使出现，等他把武器放下来，点着就可以了。这个武器呢，射速快，输出高，并且攻击范围也很广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它可以抵消敌方的子弹。如果非说缺点的话呢，第一，它是不能蓄力，不能放魔法了。第2呢，它的射程上稍微有一点短，这个虽然不大符合我的人设吧，但是如果你想打最终 BOSS 的话，你就只能用它，因为1周目是打不到最终 BOSS 的。另外2周目的话，剪辑方面我会做一点变化。本来每过一关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地图系统告诉你现在攻略到哪儿了。但是本作其实只有5关，所以说地图系统1周目咱们已经看过了。那么2周目的话呢，我会把本作的剧情分成4段，剪辑到每关过关的间隙。这个剧情我是剪的街机版的，那街机版的画面要稍稍好于现在咱们玩的世界 MD 的版本。玩2周目非常明显的感觉，敌人的出场的数量变多了，并且很多敌人还会发射子弹了。1周目的时候他是不会的。好，打这个 BOSS， 那这回呢，咱们不能用魔法打他了，但这个头也很脆，你看他把头伸出来，非常猥琐的攻击方式。但是他的头也是他的弱点。这就是剧情了。上一代剧情结束之后，骑士和公主就没羞没臊了。要想看下一段剧情呢，要等到第2关过关。这个敌人已经开始可以发射子弹了，1周目的时候是不会的。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难，如果咱们走错了一步掉下去的话，在流沙的中间是秒杀的，不管你是什么状态，有没有盔甲，是什么武器，掉下去就挂了，所以要避免直接掉到流沙的中间。好，这里算是过来了。那上1周目呢，我说这个木棍没有攻击判定，咱们这1周目试一下。前方有个扔骨头的红魔，红魔本作我感觉不是很好打，但咱们这个武器打它还是比较好用的，几乎可以在它冲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平 A 就完事了，它没有撞到你自己就先挂了。过了这儿呢，本关应该说就是没有难点了。往前走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不要撞到敌人，这个武器不要吃啊。目前的武器我要保持到中关。刚刚这个豌豆射手，我为什么要说豌豆射手？好吧，它是绿色的，它是植物，它能够吐出绿色的子弹啊，所以说真的是豌豆射手。那它吐的子弹咱们就可以打碎了。好，这个 BOSS 呢，1周目咱们是用魔法秒掉的，2周目呢平 A 就完事了。可以，这样过了2关。第2段的剧情，有一天主人公外出了，留下公主孤儿寡母的是吧？第3关我感觉是这个游戏当中最难的关卡了，就是因为它有恶魔舌头那个部分。本作的难度也大体都来源于那儿，因为那个地方呢你需要背板，而且每次如果你想保持
那种飞虫出来的节奏一致的话，你打的节奏还要和上一次玩的节奏是一样的，这个就很难。所以说，玩家既需要背板，又需要一定的变通和反应能力，这就对玩家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背板嘛，谁都会，对吧？熟能生巧，很多游戏是一个熟练的工种，但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需要你做出实时反应的时候，这就考验你的游戏天赋和基本功了。这周末咱们好像过得快一点。我竟然从这儿跑过来了，这个武器不能穿墙。好，到了，恶魔舌头。恶魔舌头有几点，你不能让它缩到底，缩到底的话呢，你就被它嘴吃掉了。另外，二周目这里还多出了火，有些地方是必须蹲着才能过去的，比如这里蹲着才能过来，马上跳，然后再站到舌头的边缘走下去。因为这里如果你跳的话呢，这款游戏的操作毕竟比较硬核，你跳起来之后你是控制不了方向，所以很多地方是要走下来，提前背板预判，提前进行操作。短短的大概15秒左右的关卡流程，实际上需要玩家做出反应是非常多的，容错率很低，错一次基本上就没了。这个 BOSS 也不抗打，咱们武器太猛了，射出的频率非常快。好，那第3段的剧情，主人公走了之后呢，恶魔突袭了城堡，主人公闻讯赶了回来。那恶魔的目的应该是抓走这些人的灵魂。上一期也说了，这种方式其实非常没溜，光要灵魂有什么用啊？这，哎呀，我挨打了，光了。哎，好，这里给了一个盔甲，赶紧捡着。那事实上，咱们使用这个武器有盔甲的状态就算是满状态了。它不像普通的武器，你黄金盔甲还能续一波魔法，这个武器这个形态就没有问题了。可以说，黄金盔甲对这个武器来说，它只是一个皮肤而已。哇，你看啊，这个小怪竟然能够跟着跳过来。冰面这里呢要简单多了，因为这种手扔出来的子弹咱们可以给它打碎。另外一周目也给大家介绍了，在咱们向下滑的途中呢，像这种蛇咱们是有优先的攻击的判定优势的，所以不要怕它，往下滑就完事儿。这个冰的大滑梯，我因为是黑龙江人，所以玩过好几百米长的。好，站到了这个植物上，这个植物呢其实是一个陷阱，它是这种恶魔植物放出来的，勾引你踩在上面，然后呢它把你吃掉。到后面这个植物有缩得非常快的。前方 BOSS 战啊，又是这只大虫子，5个点啊，真的够咱们玩一阵啊。好，这种飞虫出来呢，就要观察一下它的轨迹了。你看二周目飞虫出来的频率非常的高，这样就客观上增加了本周目的难度，所以打这里要更稳一点，不要急。那地上爬的这种虫子就无所谓了，地上爬的这种虫子，它的攻击判定啊，其实是小于它的贴图的，所以说要简单很多。有的时候你感觉，哎，它不是撞到我了吗？但其实没事。好的，干掉。哦，这个怪物的头部让我想起了一拳超人的蜈蚣长老。好，第4段剧情，那恶魔带走了公主的灵魂，还有这些村民的，主人公呢就要去营救了。这里也就是不应该是最终关，算是倒数第2关吧，因为中关呢是打最终 BOSS 的部分。最终 BOSS 是路西法，应该是堕天使的，原来神格还是挺高的，所以说他的能力也非常强。
那像主人公这种，他怎么能打倒这种级别的敌人呢？那就要趁其不备了，对吧？要趁恶魔这个上卫生间的时候偷袭他。一会儿咱们看一下是不是啊？前面的这些 BOSS 还要打。哦，这周末我打的勇敢多了，直接爬上楼梯啊！这个在一周目是不敢想的。这个地方小心一点，这东西是伸出来又缩进去的，太讨厌了。看这个 BOSS 啊，几下就 A 没了。好，这2个头，先打哪个无所谓了。一周目的话，我是先打左边的，或者呢利用小刀的 bug， 咱们爬到梯子下面去啊，通过穿透攻击。这个地方要打2个啊，现在我一起对付2个已经游刃有余了，有没有？前面还要一起对付3个呢啊，相当于一起对付5个是吧？顶得住。我玩游戏嘛，老当益壮。好，你看这么快就清完了，比一周目顺利多了。前方还有2个 BOSS 吧，一个是这个恶魔的头，剩下呢要打大苍蝇。当然了，小伙伴们也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。他还要分身呢，这个分身其实非常拖时间。咱们站在他身体的下方，好，向上输出，可以了。后面要打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果然蹲在这儿上厕所呀。好，咱们在他身体的中间的正下方向上不断输出。好，打完，趁其不备，攻其弱点。那这样呢就通关了。公主被救了出来啊，被扔在了地上。好，灵魂也回来了。可以了，你们2个可以不要撒狗粮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大魔界村移植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下个游戏再见。